叫叶琳，来自中国的沈阳。我从事的是绘画和设计工作，然后呢，从爱好在做便当。我是从3岁左右开始画画，我上了高中之后，我突然觉得绘画好像自己的天职，然后以后我就把精力全都放在绘画上，这样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学的是设计系。也是很喜欢日本的氛围吧，然后就是来到日本。便当是在日本的食文化里边是很深入人心。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但是呢，我们都是叫盒饭，印象里边就是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大盒子里边放饭，然后上面扣个菜。到日本之后，你就发现啊，便当居然是里边可以放这么多种菜啊，而且各种口味啊，从最重的口味一点到淡口味，甚至后面还有就是水果什么的，那个画面又是很漂亮。然后突然就觉得便当简直就像一幅画似的，就觉得是对这个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好像因为当时我工作也很忙，做饭时间都没有，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从有孩子之后，就开始在这方面就开始要考虑了。2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今年已经11岁，上小学6年级了。孩子上幼稚园之后呢，需要做便当。有的家庭呢是1周要15次左右，我当时的孩子就是1周是要做4次便当，就觉得啊，自己应该学一学这方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关于孩子的营养方面的一些东西。我最初学便当是在家给孩子做了几个，然后呢，因为自己也很好奇嘛，就去参加过一次便当大奖赛。结果当时很意外的，就因为刚学做，我就是得了1个奖项。当时就觉得很满足，因为做的很花很漂亮这样的，周围人也说好看好看。但是当时因为是在家里做嘛，也是孩子很小，我也没有想太多。从孩子上幼稚园开始，正式要开始带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给孩子吃的东西，就是只是为了这些花巧吗？其实不是的，要考虑到孩子营养嘛。有这些花样了呢，是为了让孩子就是说，尽量不去偏食，因为是他喜欢的东西在里边，让他不偏食而且开心。所以说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很注意，就说，不只是看得好看，营养一定要跟上，而且不能用那些就是说孩子吃起来不方便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东西应该跟大家分享，因为好多妈妈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嘛。09年的时候，就是在新浪开了博客，我就开始在介绍一些日本的这些生活，就是食欲习惯，就是包括孩子的一些饮食习惯呐，还有这些便当的一些这个习惯。那之后就会有一些团体来找我，然后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课了，这样，我就这样把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一些经验，然后跟大家分享。推一下，然后比如说这块放一个什么其他颜色的，就给它挡一下就可以。我的教室里边呢，其实也不全是年轻的妈妈，会有一些年龄大的妈妈。好多妈妈嘛，就是说在学这个便当的过程里，她会觉得，哎呀，我不会做饭，或者说，哎呦，我不会画画，我怎么能去做？但是其实我觉得个人的经验嘛，就是说，只要熟练了，就会有掌握好多的那种方式和方法。お弁当がすごい下手なんで作るのだからちょっといろいろ覚えて先生に教えてもらって、今日はすごい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すごい綺麗、自分じゃ考えられないようないろんな工夫して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これを機にまた作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做便当能够就是学到一个怎么样精致精细的，就是这样一个反正从来我没有涉足过的那种心情吧，觉得很开心。我自己本身因为是中国人嘛，然后又本身学的这方面的专业，但是呢，因为是对日本的这些生活方式，还包括日本的这些料理很感兴趣，所以说在做的过程中呢，我把日本的一些东西和中国的，给它综合到一起。比如说菜式呢，我会里边比较多一些的放中国菜式，因为一定想让孩子就是去熟悉这种中国的口味。这2个孩子怎么说，我一直觉得是老天给妈妈的一个礼物吧。做便当呢，对我来说呢，和孩子的一种关联，什么才是他的孩子真正喜欢的，能让他更开心的一些东西，我会用这种角度去重新去认识一些事。僕たちが起きるのは7時ぐらいだけど、お母さんそれよりも早めで5時に起きて、そこから5時から7時まで弁当を作って、さらに
その後にあれ朝ごはんもまた新しく作ってるから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す。孩子其实是我的老师，我是等于像跟他们就是说自己再重生了一次一样。